陈诚背着我与我的好秘书有了孩子。10年后，意外发现儿子不是亲生骨肉。他拿着鉴定报告，暴怒殴打秘书，质问他是谁的野种。姚水莲哭喊着：“是我这个原配栽赃陷害，陈继是我生的，是我们的孩子啊！”我看着检测报告，的确是你生的，究竟是谁的种？那就说来话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是夜，我正是小奶狗约会呢，不想梁助理打电话过来，饶我雅兴。夫人，出事了。他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快聋了。您再不回来，可真得闹出人命了。姚小姐已经哭着喊你的名呢。闻言，我笑了，这倒新鲜。老公舍得打10年情人。10年前，我与陈诚恋爱结婚，可惜富贵老公难耐诱惑，背着我与我的秘书搞在一起，还让她怀孕了。理亏的她反而倒打一耙。你以为我想出轨吗？还不是因为你生不出孩子，生不出孩子是我的原罪。从此之后，我与陈诚的夫妻感情全面破裂。为了集团利益，我们开启了貌合神离的夫妻生活。实际上，背地里各玩各的。他有红颜秘书，我有奶狗狼狗，向来井水不犯河水。梁助理急得跺脚：“夫人，别闹了，情况紧急，你再不来就没法子收场了。”我挑眉笑道：“我那亲爱的公公呢？老陈总出国了，听到消息，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现在只有您能稳住小陈总啊！”我摇晃着红酒杯，看着对面的小奶狗，叹息道：“我只是一介豪门弃妇，小陈总与情人打情骂俏激烈了点，我去掺和，会不会太没眼力？”梁助理都快急哭了。小陈总真的要杀了姚小姐，你可得为大局着想啊！小陈总闯祸，受难最大的还是你，毕竟你和小陈总对外还是夫妻关系。我冷冷一笑，却无法反驳，只好对着小奶狗的俊脸穿上衣服，惋惜道：“姐姐要去干件大事，我们下回再玩。”陈家门口，梁助理伸长脖子盼着我，还没入家门，便听到了陈诚乱砸东西的剧烈响声，还夹杂着各种辱骂声。“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”我笑道：“他们不是10年恩爱如一出吗？怎么突然闹成这样？”梁助理瞪了瞪我，一副我明知故问的表情。佣人们神色紧张，见我来了，纷纷让道。一入屋，已经没一处好落脚的地，定制的奢侈毛毯上全是纸张，各种高价装饰物也被砸得七零八碎，家用电器也未能幸免。真的是吵架呀，这是拆家呢。当然最可怕的是，向来儒雅的陈诚正摁着姚水莲的脑袋，不断往大鱼缸里压，周边溅起一片水渍，浑身充满杀气，恨不得下一秒将姚水莲给活活溺死。这个大浴缸还是公公花了重金打造的装饰品，见况我马上喊助理与管家拉开陈诚。当然，我心疼的不是人，而是钱，好多钱。姚水莲身软地瘫倒在地，姣好容颜的妆容尽毁，高定的裙子也紧贴身上，波涛大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狼狈不堪又楚楚动人。我左右打量两人，看向双眸喷火的陈诚，家暴很好玩吗？非得弄出个人命才甘心？陈诚死死盯着姚水莲，那眼神似要对他抽筋扒骨。姚水莲吓得缩在我的身后，缓过气来，便向我哭诉道：“飞妹妹，10年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污蔑我，离间阿成与小季的父子感情呢？”他眼眶红红，摆出一副比窦娥还要委屈的表情，说话时
还捂住胸口，好像下一秒就要晕过去了。哎，我这个吕洞宾不好做呀，怕被咬。于是我只能对梁助理耸耸肩，表示自己爱莫能助。看来还是找警察解决吧。丢下话，我正准备离开，然而姚水莲脑子搭错线了，扑了过来，湿漉漉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，抬起那张湿漉漉、委屈巴巴的脸，哑着嗓子哭道：“飞妹妹，我知道你讨厌我曾经背叛你，可是我也不想的。我的本意是想要帮你的。你那时急需一个孩子来保住你的身份地位，要是没有我，陈家容不下你。我这么处心积虑地为你着想，你怎么能这样辜负我的良苦用心？好一个良苦用心啊！我都要被姚水莲的脑回路给气笑了。10年前飞机失事，我父母丧生，那时候正怀孕的我大受打击，流产了。医生诊断我这辈子再无法生孩子了。陈家得知这件事后，公婆非但没有安慰我，反而整日在家给我脸色看。公公叹息道：“我们陈家家大业大，怎么都得有个继承人吧？我不重男轻女的，我那可怜的孙子，而一直看着我长大，亲切婆婆垮下脸来。是啊，我那可怜来不及出生的孙子，太可怜了。当然，这不是最过分的。我大出血送到医院的时候，腹中子才刚满6个月，还没等医生询问保大人还是孩子，婆婆先不依不饶，碎碎念道：“一定要保住我们孙子。”我怎么都无法相信，曾经扬言要对我视如己出善良婆婆，竟为了还没见面的孩子不顾我的生死。失去孩子的是我，难道他们能比我更痛苦吗？事后婆婆也没跟我道歉，变本加厉道：“吃了那么多好东西，也不见孩子的踪影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”看我脸色骤变，陈诚在中间和稀泥：“妈，现在生孩子的方法多着呢，现在重要的是养好菲菲的身体，咱们不差钱，医学能解决她的不孕不育。”说着，他还揽着我的腰，要求我笑脸迎婆，并且他还拍着响当当的胸脯，保证道：“这个孩子跟我们无缘，不过下一个一定更好。你和爸甭操心，少不了你们的大胖孙子。”听着他这些大男子主义的话，我内心非常不舒服。为什么非得是儿子呢？如果是女儿呢？万一我真不能生了呢？再看婆婆逐渐好转的脸色，再看到陈诚袒护我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默默忍下了这些不快。如此一来，我开始了漫长的医药求子生活。尽管10年前治疗不孕的医学相对成熟，却依然没有治好我的不孕症。外加上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求子路程让我的精神压力不断增加，导致我一度想要轻生，迫不得已向陈诚提出离婚。陈诚却决然拒绝。生孩子那是为了给爸妈交代，菲菲，在我眼里，你比孩子重要的多。我听得心里特暖，认为没有嫁错人。于是我和陈诚商量着，决定收养一个孩子。公公与婆婆想都没想，直接否决。尤其是公公，我们陈家辛苦积累的家业，难道拱手送给一个毫无血脉关系的外人？我们陈家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还有你们老刘家，就你是独苗，生孩子就是血统的传承，你不生，就是要断了我们家的血脉呀！你这是要当陈家与刘家的千古罪人啊！陈家与刘家的血脉继承压力全部推到我的身上，我就像一颗快充爆的气球，四处发电子邮件，意图寻找生机。美国有个机构给我回复了，说看过我的报告，有60%的机会可以生育。我大获惊喜，连忙借用出差之名前往美国进行深度检查。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
我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迫不及待要与陈诚分享这个好消息。然而，我做梦没想到，陈诚同样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他和姚水莲正上演激情play的奸情。姚水莲是我的大学室友，她家境贫寒，来自大山，大学学费也是靠贷款的。好在性格坚韧，能吃苦，也爱学习。我对她印象不差，看她经济拮据，时常接济她，甚至帮她支付大学学费。对此，她也非常感恩，并且时常红着眼眶握住我的手，发誓一定还钱给我。我说不用，他却处处为我着想，帮我打饭打开水，还曾帮我洗袜子。直到毕业后，他靠着我的关系进入了刘氏集团工作。陈家公司这2年在新能源产业发展如火如荼，而刘氏集团却是陈家公司的第1大股东。在我爸去世之前，陈家也不过是我家旗下的一个分公司。我与陈诚结婚后，陈家才在集团分到好资源，这才逐渐有了起色。10年前，我爸妈的私人飞机出事，集团乱成一团。公公以我刚刚丧父丧母又丧子，身心俱疲为由，说是帮我代理管理集团，从此成为集团第1掌舵人。我当初也没想其他，反而是陈诚贴着我的耳朵说，放心好了，爸能打理好集团，你现在安心备孕就好了。另一方面，姚水莲靠着不错的业务能力，在公司崭露头角。同样，他不断告诉我，集团的事，大陈总与小陈总管理得很好，不用你操心。如果有事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，绝不让别人伤害你。眼下你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，生一个大胖小子，知道吗？他的语气是那么诚恳，表情是那么忠诚，以至于我从来没有过半分怀疑，甚至我非常感激我有个能体谅我的好闺蜜，感激我有个善解人意的好丈夫，感激公公婆婆，即便有些不快，却始终以我为先，帮助我，让我尽快让整个家庭更加圆满。与此同时，我更加的愧疚，也下定决心，想尽办法为陈家与刘家延绵血脉。我也坚信，在这样有爱的环境里，我会重新站起来，一切会恢复如初。事实上，我终究太过天真了。当我拿着治疗方案，兴高采烈地推开卧室大门，迎接我的却是难舍难分的一对狗男女。那天是周日，家里却不见一个佣人。我正好奇时，却听到卧室里传来的异常的声响，瞬间我的身体冰冷，双腿发颤。就当我正要推门而入的时候，里面传出的声音让我僵在原地。快点！姚水莲柔情的声音，黏腻得像蜂蜜。紧接着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笑声，也正是我的丈夫。之前信誓旦旦说我比孩子更重要的男人，也是我的爱人。他贴着姚水莲的耳朵说，快叫我名字，陈哥哥，叫我阿成。阿成，姚水莲娇嗔地唤道，整个空间都是梦浪的声响。我会帮你生孩子，这样陈家就有后了。我不会觊觎菲菲的位置，我只是想要帮你，也帮菲菲。话音还没落下，我火气攻心，猛地踹开房门，只见2个人搂在一起，身上全是梦浪过的痕迹。见到我后，一对狗男女共同脸色大变。姚水莲先害怕地缩在陈诚的怀里，陈诚震惊半晌后，顺手拿起一件毯子掩住身体，震惊道，不是说后天回来吗？菲菲，这件事我能解释，你看到的都不是事实。我知道你这2年来不好受，快被孩子逼疯了。他说了很多话，而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。亲眼所见的震撼画面，让我整个处于的空间都呈现扭曲状。
等我回过神了，他们两人已经穿好衣服，当然狼狈不堪，尤其是姚水莲，扑着跪在我的面前。姚水莲扬起那张楚楚可怜的脸，流着泪说：“菲菲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太想要帮你了。你生不出孩子，我可以帮你的，真的，我不会威胁你的地位。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做的，你别生气，是我该死，应该先争取你的同意。”说话时，他抽了自己一大嘴巴，嘴里依然碎碎念说：“我想替你为陈哥。小陈总生个孩子，菲菲，等你想好了，我们再谈。”还没等姚水莲起身，婆婆的声音从楼下传来：“不行！”只见向来高雅的婆婆用最快的速度跑上楼，推开了我，握住了姚水莲的手，然后上下打量着姚水莲的身体，确保无恙，这才挪开目光，投向了我：“刘飞，难得水莲帮你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都给你2年时间了，你的肚子一点动机都没有，你不生，还不容许别人帮你。”水莲说了，不跟你争，这么为你着想的好朋友，上哪去找啊？你该不会真想断了我们陈家的后吧？你可答应过公公，一定会生的。一阵阵寒气从我的脚底板直往上冒，我牙齿打颤，浑身近乎虚脱，呆滞地望向了陈诚。答应一定会生的是陈诚。陈诚心虚道：“菲菲。”婆婆见儿子底气不足，将气撒在我身上：“别看了，这是我的主意。我给程程弄了点鹿茸汤，也劝说了水莲，她答应帮你用她的肚子生孩子，这是不体面，我才瞒着你。你应该体谅我们的良苦用心，帮我呀！”好高一顶帽子，我不禁笑了，可眼泪却控制不住地往下掉。妈，你真会说笑啊！我劝妈现在也可以懂事点，帮公公找7、8个情人，生个9个10个儿子，这样就不愁陈家无后了。婆婆气得面色发青，抬起颤抖的手指对着我。倒是陈诚一听这话，立刻绷不住来：“菲菲，你太不成体统了，怎么跟妈说话呢？”我还没回答，姚水莲又扑腾跪在婆婆的面前，抬起挂着泪痕楚楚可怜的脸，柔声道：“阿姨，都是我不好，菲菲现在太生气了，气糊涂了，才会口不择言。我替她向你道歉。”异常诚恳的道歉态度，让婆婆有台阶可以下。傻孩子，你这孩子怎么缺心眼呢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你的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。说话时，婆婆搀扶着姚水莲起来，并怪里怪气地说：“别看有些人出身富贵，还不如穷山沟里的女孩子识大体。果然，女孩子不能太宠了，都被宠坏了，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。得亏爸妈死得早，否则估计也得被气死喽。”刹那间，我的身体优先于思考，啪的一声，毫不留情的一个巴掌响亮地甩在了她的脸上，在场的人都呆滞住了。婆婆回过神来后，激愤交加，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：“陈诚，他打你妈呀！今天你不打死这个小贱人，跟这个小贱人离婚，就不要叫我妈！”陈诚愤怒不已，将我推倒在地：“刘飞，你太过分了，都跟你解释清楚了，你怎么还动手了？”说话时，他不停地给我挤眼色，无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待会我们再谈。”婆婆并不满意，陈诚以送她去医院为由，拉着婆婆离开。至始至终，婆婆没有松开姚水莲的手，也是要带水莲去检查一下身体，总比不会下蛋的鸡好。他们离开后，屋内只有我一人，满地瘫痪的狼藉与无孔不入的汗腥气息，引得我胃中翻滚。因为腹中无物，我吐出了胃酸，又忍不住凄惨地笑了。10年前狗男女的汗腥味与此时的气息重叠，他跟10年前一样流泪，跪在我面前。不同的是，
他此时此刻努力做出一副要停止落泪的小白花模样，越发令人怜悯。如此精湛的演技，可惜浪费错了地方。我无视梁助理的眼色示意，悠哉地欣赏战局。陈诚面色贴黑，脖子都爆出青筋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住口！从哪里找来的野种，想要张冠李戴，破坏我和菲菲的夫妻感情，还妄想继承我家的家业！你这个贱人！”姚水莲的眼泪僵在眼眶中，满脸震惊，哆嗦着嘴唇道：“阿成啊，我跟了你10年了，有人不理你，只有我掏心掏肺对你。我不婚，搭上了我后半辈子的幸福。你看小季的照片，长得这么像你，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啊！你怎么说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呢？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，见不得小季好，从中挑拨。你可不要上当啊！”姚水莲话里行间没有提及我的名字，可是字字句句针对的就是我。而我拖着下巴看向陈诚，陈诚气急败坏，抄起旁边的花瓶，狠掷向了他。他吓得本能闪躲，花瓶在他身上砸开了花，飞起的碎片擦伤了他漂亮的脸蛋，见了红。不等他尖叫，陈诚将一堆文件甩到他脸上，胡说八道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妄想蒙骗我，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滥竽充数，真他妈的贱！怒火攻心的他抬脚就是一踹，看着散落一地的文件，这才看清楚，全是 DNA 鉴定，不同的机构，不同的国度，鉴定的结果数字是20%到30%不等。最后结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：非父子关系。我暗笑，太有意思了。姚水莲拾起纸张，瞪大眼珠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猛然抬头看向了我：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菲菲，对不起你的人是我，可是小季是无辜的呀！你有什么气，冲着我来，不许伤害我的儿子，求求你了！说话间，他又跪在地上，朝我磕头，而且还磕了3个。我露出比他们还要惊讶的表情。你们在争辩什么呀？小季不是阿成的儿子，不是你的儿子，那是谁的儿子啊？陈诚眼神复杂望着我，含着深深的愧疚。姚水莲猛地一下站起，眼神浸着毒，神色扭曲地咆哮道：刘飞，我知道你嫉妒我，嫉妒我夺走了你的老公，嫉妒我能生小季，嫉妒公公婆婆对我好，嫉妒我取代了你。我能理解，你想要撕毁掉我拥有的一切，可是又不是我不让你生孩子的。你嫉妒我是我的罪，小季是无辜的呀，多深明大义的话呀！整个房间都是他比窦娥还要委屈的回音。事态失控，梁助理怕我爆发，事情朝着更作死的方向发展，便开口说：有没有可能是医院弄错了呢？我冷声道：他可是在医院 VIP 病房，全程由陈总婆婆陪着分娩的，压力给到了陈诚。陈诚说，孩子出生时左臂胳膊有颗痣，这颗痣现在还有。姚水莲的脸唰的一下惨白如鬼，不停地摇着脑袋。小季就是阿成的儿子。阿成，你相信我？不行，我们再去做鉴定。我低低笑了，因为无论再做多少次鉴定，这个孩子也没可能是陈诚的崽。10年前遭遇老公背叛的我，下意识想要离婚，可是陈诚并不同意，而且他还特别没当担，说是中了母亲的圈套，说什么爱的人是我，也是被家里人逼着没办法，毕竟传宗接代的压力才让他糊涂犯了错。你不能生孩子，我也没逼你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？以爱为借口，仿佛只要有他的爱，我能赦免他的所有过错。之后，姚水莲跑到我面前，
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，说是什么只是为了帮我，只是想我得到幸福，毕竟只有我好，他才能幸福，没有孩子的我是不幸福的，所以他要亲力亲为帮我争取幸福。孩子出生后我会交给你，而我任凭你处置，你要我去死都行。瞧，他的余光下意识瞄向了门口，门口站着陈诚，这哪是说给我听的，正是表演给陈诚看的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人至贱则无敌，一个贱男，一个婊女，你和陈诚真是绝配啊！陈诚受不了，冲进门来骂我太不识抬举，太蛮横骄纵了。彻底撕破脸后，我也不想要继续内耗，甩出了离婚协议书。当时陈诚不同意，公公更加不同意，公公特别让陈诚跪在我面前赔礼道歉，而且还在我面前用鞭子抽打他，老泪纵横。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，没有管理好老婆，这让你受委屈了。可是菲菲啊，现在的你离了婚，一个人怎么活？我和你爸是至交，我断不舍让你孤苦无依。陈诚不靠谱，至少你还有我这个公公亲人，对不？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公公的面子上，把这件事先过去。至于那个姚水莲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好，绝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，让你心烦。我笑了，要如何处理姚水莲？公公压低了声音，语意却很强硬。菲菲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女人要如水，才能活得自在。感情我还活在大清啊，天天各种想办法扑我。我笑道，我不是急着离婚，好让你家有后吗？难道你的金孙还妄想继承我刘家的财产？一针见血地戳破了公公的伪善。公公面色阴沉，儿媳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我不是来劝你，而是通知你，这婚你离不了，除非你净身出户。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，利益面前，什么亲情、夫妻都是浮云。我也撂下狠话，那么我们法庭见。公公走后，婆婆又来了，拿着姚水莲的体检报告，像是斗胜的母鸡。看到没有，水莲的身体很好，想来很快就能怀孕了，不像你3年都下不出一个蛋。女人做到你这份上，再不能生育，实在不是个女人。我想起了我失去的那个孩子，身体发颤。婆婆见我逐渐阴冷的脸，笑得更加欢快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你不离婚，就白白多了一个儿子，避免你以后孤独死。哗啦一下，我将手中的茶水全泼她脸上。婆婆骂骂咧咧，见我要将茶杯砸她脸上，在其人她的拉扯下，为避免家丑登上热搜，婆婆离开我的视线。之后的日子，我时常想起爸妈，以泪洗面。离婚官司很不顺利，事实证明，男方出轨并不能成为离婚合理分割财产的证据。那时弱小的我，更不是老油条公公的对手。陈诚离婚摆烂，导致我的精神逐渐衰落，好像陈家的目的就是耗死我。大约现实觉得我还不够惨，又有一个人来找我，将我彻底推到绝望之巅。碎的人是失事飞机师的儿子。上个月他母亲去世后，收拾遗物时发现了一个 USB， 里面有录音。我与陈诚的离婚案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他来找我是想要告诉我飞机失事的真相。录音里出现公公的声音时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公公狼子野心，早盯上了我家的公司，一面撮合我和陈诚在一起，一面又利用亲上加亲谋上位。他自诩能力比我爸强，想要将整个刘氏集团占为己有。我只是他棋盘上的一步棋，飞机师也是被他下套，背负了千万赌债，要他拿命抵偿，否则要他家破人亡。
伪善的公公是一个笑面虎，非常擅长利用别人的弱点，不择手段达成目的。听闻至此，我彻底崩溃了。我被流产，不能生育，并不是意外，如同被人抛入了南极漩涡，身体上的每一颗毛孔如同被寒冰针刺，是我识人不清，钻入了伪善公公精心布置的圈套。伪善的公公不惜利用儿子做饵，钓我上钩，杀了我双亲，还让我不能生育。最后孤独无依的我，只能耗死在陈家，让刘家集团落入他的口袋里，而我只是任由他摆布的牵线木偶。真相来得太突然了，以至于我没有真实感。极度的愤怒让我极度痛苦，在绝望之中，我的情绪从未如此平静过。我的余生只有一件事：陈家让我家破人亡，我自然得加倍奉还。于是我花巨资秘密调查陈家的每一个人的状况。当看到公公漂亮的私生活档案，我认为得为这场脱轨的婚姻编辑复仇剧本。我看了眼手表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抬眼看向大门，还没见到人，生先道：“爸爸妈妈。”10岁的陈继跑了进来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一跳。紧随其后，公公与婆婆同样一怔。婆婆见到我后，如同见到魔鬼，优雅做派全然不见，宛如一个泼妇。你这个扫把星，又来找我儿子麻烦。当初是你闹着要离婚，后来又不提离婚，我还以为你多清高呢。你看你天天就知道花天酒地，简直不是个女人。说话时，婆婆还将陈继护在身后，唯恐我会对她的宝贝孙子做出什么伤害举动。陈继看了我，先对我翻了一大白眼，学着婆婆的口吻骂我扫把星。姚水莲看撑腰的人来了，忙着上前，哭哭啼啼，宛如被正宫欺负的侧妃，凭着子贵要太后主持公道呢。婆婆拔高了声调：“你这只不能下蛋的鸡，还有什么脸进我们家门？还不快滚！看到你我就觉得晦气，坏了我们家的风水。”婆婆的颠倒黑白能力再次惊艳了我的三观。不过我全然不是10年前任人摆布的花瓶，今天的确是个好日子。婆婆逮住我，一个劲地数落，想将我赶走。因为你，我在朋友面前都抬不起脸。陈诚，姐你要不离婚，就别认我这个妈。陈诚吓一跳，赶忙说：“妈，你误会了，今天不关菲菲的事。”是，目光如刀子般的扫向姚水莲。不巧婆婆正对陈继使眼色。这个陈继仗着是老陈家的独苗长孙，被陈家人宠成了有求必应的小皇帝。陈继颠颠跑到陈诚面前撒娇，让他爸休掉我，好给他妈腾位子，却不想陈诚面色铁黑，直接推开了他，就像看一个不干净的东西，从牙齿缝里挤出一个字：滚。陈继从未见过爸爸发脾气，吓得嚎啕大哭，这可把婆婆心疼坏了，误以为是我从中作梗，开口就骂：“你为了这个贱人，想要谋害我的宝贝孙子，你这小子是被猪油蒙了心，脑子进水了吧？他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的宝贝孙子。”一面安抚陈继不要哭，好像被推倒在地的是他本人。陈诚再控制不住，大声喊道：“妈，陈继根本不是我的儿子，是姚水莲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野种，一直在骗我。要不是医院体检说陈继的血型有问题，我还不知道要被这个贱人瞒多久。”婆婆当然不相信，直到看到地上散落的文件，还有一些姚水莲过去做过的事，翻出来。她在大学时就不干净，当过坐台小姐，其中还有姚水莲去医院修复处女膜的手术记录。婆婆看到姚水莲在酒吧坐台的捞女模样，震得当场失语了。
姚水莲连忙从婆婆的手里夺过照片，握住婆婆的手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照片是 PS。说着，姚水莲怨毒地望向我。刘飞，都过去10年了，我本以为你放下了，没想到你这般恶毒，见不得我们一家人好啊！又流出招牌眼泪，对陈诚又是真情告白。10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清楚我是什么人呢？这一切都是刘飞搞的鬼啊！刘飞就是嫉妒我，嫉妒我们的儿子，所以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样他才能继续当你的妻子，让我永远不能见光。他的膝盖好像特别不值钱，跪在公公面前。公公，您是一家之主，明断是非，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说话时还故意露出了受伤的地方。公公杵着拐杖，看着笑容满面的我。今天的事是你安排的，我的笑容更灿烂了，拍了拍手。孩子又不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我怎么能安排？您可真会说笑。还没等众人回过神了，我又抛出一记重磅炸弹。很不凑巧，我意外调查，知道了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我给梁助理使了个眼色，他带陈记离开了客厅。当然，为了让众人更加明白事情的真相，我特意为这出大戏录成了短剧。开场的第1行字：本故事据实演出，真人真事。副标题：陈家私生子风波。事情经过是，姚水莲有一颗靠身体积极向上爬的心，成为堂主。2. 老狐狸老陈总与剑南小陈总都是池塘里的鱼，白天是老陈总的贴身秘书，晚上是小陈总的红颜知己。姚水莲长了一张我见犹怜的清纯脸，男人都爱吃她软颜身更软这一套。然后姚水莲就怀孕了。视频内的姚水莲拿到了真的亲子鉴定，恍然说：陈记原来是老陈总的儿子啊！也对，小的有点蠢，老的比较精明，儿子是老陈总更好，反正我就是陈家未来继承人的妈。与此同时，我开始分发陈记与老陈总的亲子鉴定书，分别来自美国的、日本的，还有陈家的私人医院的。姚水莲气得浑身发抖，瞪直了眼睛，不停地摇头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！崩溃地放声尖叫，抓住陈诚的胳膊，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在铁证如山面前，陈诚狠甩了他一巴掌，看向了公公：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公也如同受到巨大的冲击，趔趄后退了2步。不过姜还是老的辣。公公很快恢复过来：你的我的有什么关系？都是老陈家血脉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花瓶恶狠狠地砸在了公公的脑袋上。公公回过身来，便见到婆婆那张惨白如纸的脸。一击之下，公公直接倒地，难以置信地望着婆婆的脸，身体一抽一抽的。婆婆的手依然颤抖着。一瞬间，鸦雀无声，还没等陈诚喊出妈，便见到婆婆倒在地上，浑身抽搐，脸上交织着痛苦与震惊。这也能理解，婆婆掏心掏肺地帮陈家养孙子，没想到却是给老公养儿子。再心胸开阔的女人也接受不了啊！陈诚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助地看了看婆婆，又看公公。我缓缓走到不能动弹的公公面前，居高临下地望着他，笑道：恭喜公公，您老来得子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万贯家业给他继承了。董事会决定直接解除你的职位。至于股份，你本就是我的代理人，自然是没有1分1毫的。对了，这陈家的别墅是集团分派的吧？车子也是用了集团的名义买的吧？恭喜你们老陈家成为穷光蛋，可以由您的小儿子陈记继承贫穷。我抠着指甲，漫不经心地笑道：
公公，您至死都是我们刘家的一条狗，怪有意思吧？老陈总四肢抽搐，痛苦的连脖子都转不了，却只发出呜呜的声音，老泪纵横，似乎在说不可能。陈诚这才回过神来，拦在了公公面前。背叛你的是我，你该报复的也是我。这一切，难道你要大方帮你爸养儿子？你该叫陈继儿子呢，还是弟弟？我笑得前俯后仰。陈诚抿紧嘴唇，憋出一句话：对不起你的人事。我眼神一冷，你这样的贱男也值得我花心思对付，少给自己戴高帽了。你这样的贱男，我多看一眼都脏了我的眼。我做这些只是为了报仇，你大可以问问你亲爱的父亲，对我家做过什么事。陈诚困惑地回头看向公公，公公震惊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我可以贴心讲述残酷真相。当真相全部摊开后，陈诚崩溃地捂住了耳朵，懦弱地后退2、3步，嘴巴里呢喃着：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看到我坚定的眼神，他扑到公公的面前：爸，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然而，公公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。陈诚瘫倒在地，看着晕倒的婆婆、抽搐的父亲，还有一地亲子鉴定书，流着泪，哈哈大笑。要么不做，要么做绝。公公死后，婆婆中风，半边瘫痪，陈诚消失了。陈继这个孩子被陈家宠得无法无天，由奢入俭难，天天闹腾姚水莲，骂他是废物，说他想要大房子，想要坐汽车。姚水莲不想带着陈继着拖油瓶过一生，跑来找我。我跟公公根本没有关系，陈继怎么可能是公公的儿子呢？这不可能。我淡然笑道：是啊，你是公公情人这件事是我编的。姚水莲直直地瞪着我：怎么会？因为陈继就是公公的儿子呀。在我的友情提示下，姚水莲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如遭雷击。什么为了报恩都是假的，他只是想要踩着我上位罢了。我流产后不能生育，姚水莲看到机会，想要快点怀孕，特别去医院打排卵针。秘密调查下，我知道公公怕陈家无后，还特别咨询过冻精的技术。当然，精子还是得用新鲜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特别为姚水莲与公公精卵一线牵，成功诞下了爱的结晶陈继。谁又会怀疑他们2个人之间没有奸情呢？姚水莲屏住呼吸：你和陈诚还没离婚，陈继是你收养的儿子，你应该对他负责。我拿出了法院判决书，亲切地说：我与陈诚早分居2年了，法院起诉离婚，尽管他不到场，也已经诉讼离婚成功了。姚水莲倒吸一口凉气，嘴唇颤抖：你和陈诚其实早离婚了。我挑眉：是啊，离婚5年了，只不过为了集团利益，秘而不发而已。水莲，我真的多谢你牺牲自己，把我从肮脏的婚姻解救出来，也恭喜你如愿以偿，得到了陈太太的位子，收获一个飞扬跋扈的儿子，一个半身瘫痪的婆婆。我每说一个字，她脸上的恐惧增加1分。谢谢你帮我收购垃圾，余生潦倒，痛苦一生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趁我出国度假期间，儿子宣布退掉门当户对的金氏千金的婚约。丈夫顾鹏飞躺在我的豪宅里，搂着自己的白月光初恋，配文转发：儿子，爸爸永远支持你追求真爱。这也就算了，可谁能想到儿子的真爱居然是白月光的女儿。妙哇！老狐狸带着小狐狸，是想要把我赶出家门的节奏啊！冻结他名下的所有卡，房子全部把锁换了，车子给他留1辆，免得说我这个当妈的不留情面。给陆氏集团打电话，
暂停对鹏飞公司的资金投入，解除部分合约。明天早上我要看到股市下降3个百分点，订机票回国。真当我陆宁是软包子，谁都能来啃一口。刚一下飞机，儿子故意的视频电话就过来了。妈，我的卡怎么都停了？是不是因为小冉？我不喜欢金妍那个女人，我想自由追寻我的爱情，我不想做家族联姻的工具。再说，我不还是您唯一的儿子吗？以后公司不还得我来接管？我相信我有能力做到更好。电话那边的他看着自信又骄傲，觉得自己丝毫没有做错。他身后有一个瘦瘦的女孩，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怯怯地拽了拽顾意的衣袖。别和阿姨这么说话。阿姨您好，我是欣冉，我和小易是真心相爱的。我俩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挂掉了电话。又不想靠家族，又想接手公司，真是斑马脑袋，整得头头是道。这被挖掘机挖过的脑子，绝对是随了他爸。我需要靠你给我养老，没你我就得流落街头，孤苦晚年。这话到底是谁教他的？坐在回家的车上想了许久，我又拨了一通电话。很快，助理就将白月光辛倩的信息基本扒了出来。辛倩和顾鹏飞是青梅竹马，在高中2个人就已经互诉衷肠，你侬我侬，两家也都有着不大不小的产业，父母倒也算得上乐见其成。只是由于心腹一时糊涂，把手伸进了见不得光的灰色地带，一夜之间大厦倾颓，心父心母锒铛入狱。辛倩终日以泪洗面，求到了情郎哥哥顾家，却被顾家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，两人就此断了联系。20几年过去了，没想到2个人又偷摸勾搭上了。想到顾鹏飞那双脏手在我出国前还抚摸着我的身体，说着情话，我就止不住的犯恶心。既然你做得了初一，那千万别怪我做2月2。第2天的股市动荡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可奇怪的是，顾鹏飞居然没有求饶，甚至连一句例行询问都没有。给我去查鹏飞公司的资金链以及最近项目进度，商业机密自然是没那么好查。今晚还有个酒会需要参加，在酒会上，我终于见到了辛倩和欣冉，一模一样惹人怜爱的表情，一模一样的黑长直，一模一样的2朵白莲花。故意拉着欣冉，顾鹏飞拉着辛倩，齐刷刷走在我的面前。妈，这是小冉，是我的老婆。他把老婆这2个字眼咬得格外重。这位是欣冉的妈妈，辛倩阿姨，她是爸爸的多年好友，也是新顾集团和爸爸公司的合作人。呵呵，看来不必查了。新顾倒是痴心不改呢。陆小姐，久闻大名，很高兴能与贵公司合作，也很高兴能够遇到旧相识阿飞。看到小冉和小易能走在一起，亲上加亲，阿弥陀佛，我这辈子真的是圆满了。辛倩微低着头，露出天鹅般修长的脖颈，擦拭着眼角根本不存在的一滴泪。顾鹏飞见状，赶紧围了上去，轻声安慰。这一番话绵里藏针，我反而冷静了下来。服不服，子不子，我到底还需要顾忌什么呢？辛小姐这句话严重了。我露出无所谓的表情。这可不是我的公司，而是他顾鹏飞的公司。我听说早上股价跌了好几个点，看来得好好经营呢。而顾意和你女儿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辛倩脸色微变，顾鹏飞脸色也有点挂不住。他顾鹏飞算什么东西？早年不是我偷摸以陆氏集团的名义投资，他那破公司早倒闭了。现在玩卸磨杀驴这一套，谁怕谁？呸！他们才是驴。欣冉在顾意身后
低低说了句：“听说陆阿姨家族各类产业都有，陆阿姨不会见死不救吧？只要顾叔叔的公司能渡过难关，我不结婚也没什么的。”话音刚落，顾一眉心都快拧成8字：“小冉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娶你！”心倩的眼泪也止不住的掉，把脸上的粉冲出沟沟壑壑。妈妈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妈妈还有点积蓄，已经全部拿出来了。咱们4个人齐心协力，没什么是过不去的。顾鹏飞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轻抚着心倩的背，冷冷瞥了我一眼：“我才是那个外人吧？陆宁，既然你已经决定撤资，那我也不多说什么。心倩是我的老朋友，也是公司的新客户。后天我们准备开发布会，她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了。同时，我也准备给小易和小冉举办订婚宴，希望你能来参加。先斩后奏这一招玩得可真溜。那金岩怎么办？和金狮集团合作的项目怎么办？顾鹏飞，你有没有脑子？既然已经有了更好的合作人，为什么还要去便宜外人？再说了，儿子小易有喜欢的女孩子，我们做父母的为什么要横加干涉？要不是当年，我也不会。我没耐心听下去了，这话听得我想把酒泼进他的小脑。要不是当年，我偷偷给公司拉单子，偷偷介绍客户，公司能开得起来，不是建国后就不准成精了吗？他怎么修炼的？不过我也没在怕的，他那点花花肠子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只是心倩不是破败家族的弃子，他哪来的资本能给顾鹏飞这么大的底气？在商业家族长大的儿女，哪来的什么自由？我和顾鹏飞也只是在恰好的时间，有着恰好的利益，在众多人选中，彼此有着恰好的好感，两人也就恰好成婚。只是数十年的夫妻相处，我倒是愈发以顾鹏飞妻子的身份自居，重心也想要从家族转移到他的公司这边来，更是不遗余力地捧他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允许他挎着自己的白月光骑在我头上拉屎。花花轿子众人抬，你要先选择放手，那就看谁躲得快，看谁被砸死喽。去查心倩母女俩这几年的婚姻状况，重点是心倩的资金流动。我总感觉这些钱上隐约透着一股血腥的气味。从国外匆忙跑回来，累得够呛，正想躺在床上闭目养会神，金总的电话过来了。陆总，怎么回事？我居然收到了自己准女婿的订婚请帖，对象还不是我女儿。你们这是明晃晃的把我们的脸皮丢到地上去踩呀！这是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给我们集团一个说法。隔着电话，我都能感受到金总的怒不可遏。这两个蠢货被迷魂汤迷的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吧？金狮集团虽说是这几年刚发展起来，但他的身后可是靠着军方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费了大功夫去攀关系，不还是想着给儿子多铺点路子。这可倒好，没偷着鱼儿，反惹了一身骚。金总，您先别生气，这件事我会立刻了解清楚，给您满意的答复。好说歹说，终于把这尊大佛稳住，活像一只卑微的舔狗。这么多年，我可没受过这种气。顾鹏飞，我给你半个小时，立刻回来，要不然别怪我不给你脸。想到他会赶回来，没想到他身后还跟着心倩，我得吃2颗降压药。我有点害怕控制不好自己，让他们血溅当场。这么晚叫我回来，有什么事吗？顾鹏飞，你可真是出息了，大摇大摆带着小三来给我示威。陆宁，别血口喷人，我和辛总正在谈业务，和员工一起，还有我俩今晚一起过来，
是想着小易和小冉订婚的事。当时的婚约是你一手包办的，免不了你发通知正式解除。请帖明天也必须发出去了，虽然有点仓促，但有头有脸的也就那么几个人。他们，顾鹏飞坐在沙发上，讲得激情澎湃，就像天下尽在他手。辛倩坐在后面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好一出扶唱小三随的大戏。我刚接到了金总的电话，他已经收到请帖了。顾鹏飞的话噎到了嗓子眼，就像被捏住了脖子的公鸭，戛然而止。啊，没发呀，婚约没有正式解除，怎么可能发请帖？这不打人家。鹏飞，这事我听小易和小冉说过，你别怪他们，他们也是太想在一起了，精彩呀！我都忍不住想站起来鼓掌。顾鹏飞的脸肉眼可见地变青了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和我商量？这样出尔反尔，我还怎么混下去？他扭过头，恶狠狠地盯着辛倩，结果迎上辛倩泪汪汪的眼睛，立马失去了气势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。我也是想着早点订婚，我的那些积蓄也好早点拿出来，帮公司渡过难关。陆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现在发通告解除婚约，您不过是举手之劳，还请您看在两个孩子两情相悦的份上，帮他们一把。我给您跪下，我求您了。眼看情形不对，辛倩扭头看向我，两行眼泪唰地流了下来，眉眼间充斥着急切，一副舐犊情深盈盈的样子递在了我面前。演技真好，我可做不出这种狐媚样子，只是他刚才的话有点意思。钱这事还没全掏出来，我盘腿换了个姿势，看着他俩表演。果然，顾鹏飞立马上前2步扶住了辛倩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也没怪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这事我来办。哟，好威风的男儿气概。辛倩顺势扶在他的臂弯，肩膀微微颤动。这事就麻烦你了，毕竟他们也是无心。你看你今晚发通知还……顾鹏飞一只手轻拍着他的背，一边理所当然地对我说：现在给我滚出去，这事我不会出面。你想明白金总那边的态度，还有准备接我的离婚通知书吧。我垂下眉头，不想去看他俩。本该发怒的，本该指着他们鼻子破口大骂的，最不济也应该挤点眼泪。可那么一瞬间，意兴阑珊，这就是枕边人。呵，从今天起，我们的情分就没了。今晚且让我再软弱一次吧。一夜无眠，第2天起来，眼袋重的都垂在了胸上。今天还有一大堆的事要办，斟酌了良久，我先给金总打过去了电话道歉，毕竟还要混，名声不能臭。百般安抚之下，最后终于以让出3个百分点的单子为代价，让金总消了气，同时请金总联合起来发了通知，两家和平解除婚约，又请律师发了离婚通知书，让秘书在媒体上说明了前因后果。忙完之后，我坐下来开始悠闲地喝咖啡、读报纸。果然10分钟不到，顾鹏飞气急败坏的电话就过来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，快把那些内容删掉，我俩之间没什么的，2个孩子之间你就这么狠心？删掉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否则别怪我撕破脸皮。我笑了。顾鹏飞，搞清楚，撕破脸皮的是我。下午召开董事会，我要退股，不想听他逼逼赖赖。我说完，直接挂掉了电话。这时候，助理刚好送上来调查结果，真有意思。辛倩在当时家里出事后，嫁给了当地的富豪。那个富豪比她大了20来岁，这么多年，也就只有辛冉一个女儿。1年前，富豪给自己置办了巨额保险，受益人是辛倩。仅过了半年，
富豪就因为车祸当场死亡，无数媒体都怀疑是辛茜动的手脚。可富豪生前身后都只有妻女2个亲人，调查不了了之。辛茜不但拿到了巨额赔偿金，还变卖了富豪家产，千里迢迢找到了自己的亲哥哥顾鹏飞。都已经成为富婆了，找个地方享福不好吗？非得来我跟前碍眼，真是让人气不打一处来。不过既然来招惹我，那也就留点深刻的痛苦记忆再回去吧。我看了看日历，他也应该回来了，直接带他去公司好了，就当给顾鹏飞和顾毅的一个惊喜了。虽说是临时召开的股东大会，有不少人出差在外地，只能线上视频，可会议室还是坐得满满当当。我和顾鹏飞坐在两端，遥遥相望，看着对面正值壮年的他，头发茂密浓黑，梳得一丝不苟，我不禁有点恍惚。这些年在其位不谋其政、养尊处优的他，脸上看不出半点风霜的痕迹，反而平添几分岁月的成熟魅力。而在他瞳孔的倒映中，我看到了自己，眼角爬起了皱纹，粉底遮不住的黑眼圈，过多应酬而微微发福的身材。我微微垂下眼睑，叹了口气，突然有点意兴阑珊。会议桌旁的股东们在底下面面相觑。顾鹏飞轻咳一声，打破了平静。今天召开股东大会呢，主要是有2方面的事。第一是陆总退股，第二是新总入股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新总这方面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合同我也已经拟好了一份，大家传阅一下，看有什么需要补充。说罢，他身后的助理将合同发给了在座的股东们，一下子会议室就像炸开了锅。顾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总为了公司这些年的努力，大家伙可都是看在眼里呀，没道理就这么抽身而退。这是跟着我为了公司打拼许久的老人打抱不平的。陆总，这2天在新闻上可是看到了不少消息，您想退股是和这些有关系吗？这是顾鹏飞塞进公司，趁我落难笑话我的。陆总，您想退股，看是否方便安排个时间具体聊一聊。这是一心想在我身上捞一把的吸血虫。众生百态相，不，我改主意了，我不会退股。话音未落，顾鹏飞就攥紧了拳头，拉下了脸。怎么回事？明明是你说好要退的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？这让我怎么和小倩交代？出尔反尔？你还说会一辈子爱我照顾我，不离不弃呢，怎么现在被那只骚狐狸迷得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？我冷笑了一声，丝毫不顾忌把伤疤鲜血淋漓地揭开，也不顾忌脸面。这是我的外甥陆泽，海外留学的高材生，回国专门来帮助我打理公司事务。来，进来，让大家见一见。我招招手，门外的陆泽绅士地弯了一下腰，嘴角噙笑，站在了我的身边。大家好，我是陆泽，希望在日后的工作大家能够多多关照。陆泽就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他是我亲哥哥的唯一儿子，年少聪慧，活泼可爱。哥哥本才是家族的继承人，只是在一场车祸中，哥哥和嫂嫂不幸身亡，嫂嫂蜷缩成一团，将陆泽搂在怀中，为他撑起了一片叫做活下去的蓝天。他活了下来，却性情大变，原本爱说爱笑，现在沉默寡言；原本贪玩好动，现在沉迷学习；原本热血心肠，现在脸上像是蒙了一层雾，谁也看不清他在想什么。在父亲和我的商量下，将他送到了国外深造，远离这个让他随时勾起痛苦回忆的地方。也许是件好事，现在看来确实是件好事。温和、从容、博学，
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无数美好的词都想灌在他的头上。再回头看看我那个不成器的，整天谈情说爱的傻儿子，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以后养老不靠你，靠我这个大外甥，不香吗？内心在一瞬间闪过无数念头的我，自然忽略了门外的情景。门外，欣冉陪欣倩坐着，两个人目光悠悠望向室内。室内，顾鹏飞、顾毅、陆泽，你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商量好的，你这样让我怎么和小倩交代？会议结束后，顾鹏飞一言不发地跟着我来到办公室，摔上门后低声咆哮。我起身端杯咖啡，站在窗户旁，凉凉地丢出一句话：这是我的自由，这家公司80%都是靠我，我不想要，也不会白白便宜那个贱人。话音未落，顾鹏飞双手掰过我的肩膀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陆宁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可千万不要逼我做出来什么糊涂事儿。咖啡洒落一地，看着匆匆迎上来的欣倩，转过身，一脸讨好的顾鹏飞，我要让他们人财两空。顾鹏飞，我们离婚吧。欣倩的眼底爆开了喜悦的光芒。姐姐，你终于愿意成全我们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姐姐妹妹，骨子里的小三基因果真是怎么都改不掉的。没错，这种破烂货也配得上我送你，不过我有条件。第一，顾鹏飞净身出户；第二，顾毅决定跟随，不得干涉。顾鹏飞听见第一个要求的时候，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反对了。欣倩一把拉住了他，笑吟吟地听完了两个要求，慢悠悠道：姐姐，这两个要求呢，我们都答应了。新顾集团就是我专门为了鹏飞创建的。小易是个孝顺重感情的孩子，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姐姐，你就等着喝我和鹏飞的喜酒吧。说完，两人挽着胳膊扬长而去。门外是等候着的顾毅和欣冉，齐齐整整的一家子。出乎意料的，我没有难过，有的只是满腔的疑惑，还有熊熊的怒火。到底是有多少资产，顾鹏飞会这么坚决地舍我而去？很明显，刚刚提出要求的时候，顾鹏飞想要出言反驳，欣倩只是拉了他一把，一个轻飘飘的眼神，就让他甘心沉默。这不会是有什么把柄在手上吧？想了很久，我按下了呼叫铃。小泽，你进来一下。东东，陆总，您找我，现在方便进来吗？我收拾了一下思绪，赶紧起身去给陆泽开门。小泽，就把这里当家一样就行了，还这么客气作甚？陆泽转身掩上了门，笑了笑：姑姑，公司可是和家里不一样，得要有阶级感、距离感，才能更好拿捏住员工。好，出国留过学的就是不一样。今天这情况你也看到了，姑姑，我现在什么依靠都没有，也就只有你了。姑姑说的哪里的话，这不还有堂弟在呢？你也别太难过。我回头劝劝他。劝啥呀？跟他老子一个德行，我算是看透了。我苦笑了一下，顿了顿，把这2天的事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遍。这么急着把你叫回来，一方面是你学业也完成了，回国在公司先了解一下情况，慢慢过渡，以后就靠你来打理了。另一方面，我想让你帮姑姑去查一下那对母子什么来路，勾引完老的，勾引小的，别人我不放心，这事还是得你亲自去办。行，我这2天就抓紧去调查，也不急这1天2天，先回家休息。看你累的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看着面前的陆泽，没来由地心生感慨。我从小在身边看着长大的儿子，要是也能有这么优秀，该有多好。我先回家给我爸妈上炷香，明天开始查，记得帮我也上一炷。
手指无意识地按摩着太阳穴。我有点累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姑姑你好好休息。陆泽出去了，关门时咯吱一响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向他的方位，他逆着光站在阴影里，脸上看不出表情，只是目光极其复杂，心疼、迷茫、疑惑、怨恨、不解。门重重地关上了，唯留一丝若有若无的叹息。袅袅晕开在这一方天地，离婚手续很快就办好了。不出意料的，故意选择了他的好爸爸。走出民政局的时候，滴答下着小雨，辛倩和辛冉撑着伞，迎上了他们各自的爱情。小易，别淋湿了，我给你带了伞。我抱着胳膊站在雨里。今天来办理离婚手续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看我如此的狼狈，也许密密麻麻都是我维持不住的自尊。陆宁，伞。顾鹏飞一手搂着辛倩，一手想把伞递给我。怎么，可怜我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小倩心善，让我给你伞，你还不领情。辛倩柔弱地贴在顾鹏飞身上，柔柔地开口道：感谢你照顾了鹏飞这么多年，我们女人淋湿了身体可不好，这伞你还是拿着，我俩打一把就好了。说完，他抬起头看了顾鹏飞一眼，眼神缠绵。我正要张嘴反击，一把伞撑在了我的头顶。我们陆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得上那种水性杨花的人多嘴？姑姑，走吧，平白失了咱们的身份。没管辛倩那张扭曲的脸，我上了陆泽的车，故意站在不远处，牵着辛冉的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里，一言未发。真是好儿子呢。姑姑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我好歹过来给你撑腰，这有什么好撑腰的？傻孩子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啊，我听公司人说的，他们说这里离得最近了，就过来撞撞运气。姑姑，你刚淋了雨，快拿纸擦擦头发，回家我给你煮点姜汤。这么会照顾人了呀？来给姑姑说说，有没有心仪的女孩子？我戏谑地问出这句话，正在开车的陆泽却沉默了。之前有一个，后来就没有了。没事，你这么优秀，什么样的找不到？姑姑帮你留意。好，没人给我养老。笑话。新顾集团很快就开起来了，他们4个人的请柬也随之而来。我不过是个外人，却收到了2份请柬。小泽，我安排你的事查出来没？身后的陆泽失神地看着桌子上的请柬，听到我的2次问话才反应过来，还没有，都是市面上的消息，没什么值得挖的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看来想要在他们婚礼上整点事情的计划要搁浅了。那最近正在谈的项目准备的如何了？招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可不能出岔子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和项目负责人对接过好几次了，没有问题。这就好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我坐在办公桌后，又打开了电脑。Plan B， 这是我父亲从小教给我的，在职场上无所不胜的法宝。中午去卫生间的路上，意外听见了陆泽在楼梯间打电话。你都要结婚了，还来找我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我们明天。正听见关键处，员工远远走了过来，大喊一声：陆总好！内心天雷滚滚。陆泽听见声音，也急匆匆挂掉了电话，跑了出来。那个啥，我去卫生间。说完，我就急匆匆地跑掉了。姑姑偷听自己侄子墙角，这说出去可真的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第2天，陆泽请了假，我没有在意，听电话是要去挽留女朋友，但好像人家要结婚了。要是别人，我高低得给他教几招，可自己的侄子还是偷听回来的消息，我可真是拉不下这个脸面。
没想到下午陆泽就回来上班了，脸色苍白，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，想要安慰的话噎在了嘴边，想要交给他的工作留在了自己桌子上，就让他好好静静，反正这些活也不多。忙忙碌碌又是一周，招标大会终于要开始了。听市场部的人说，新固集团也要投标，这么快就要对上了，也好，我这还憋着一口气没出来呢。大会上再一次见到了顾鹏飞和辛倩，辛冉跟在两人身后，顾意却不见踪影。顾鹏飞在我面前站定，没想到我们两个人居然还有同台争斗的机会。新婚燕尔，再加上成为公司一把手，使得他看起来意气风发。是没想到靠着女人还能再次爬起来，我忍不住揶揄了他一句。辛倩立刻凑了过来，看着鹏飞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，我就是付出所有都愿意呢，真让人糟心，比嗡嗡嗡的苍蝇还要招人烦。我没有理他，径直从他们面前走过。招标大会9点开始，主持人在前面讲着开场词，我坐在下面昏昏欲睡。等到数标开始，各个公司提交了自己的标书，我也实时拿到了竞争单位的标书。首先翻开的自然是新固集团的标书，我倒是很想看看他拿什么和我争。然而翻开的第一页报价就让我傻了眼，这比我们的报价就低了2个百分点。咱们公司那么多的老手，准备了那么久，销售部又是想尽办法和人家拉关系，这才得出的价格。他最近这么忙，倒是正事一点都没落下。左手边的小吴是销售部主管，闻言笑着低声道：“说不定瞎猫碰上死耗子呢。”可还没等我再翻几页，小吴看着标书，脸上的血色如落潮般褪去，攥紧标书的手因为太过用力而微微颤抖。陆总，这标书和我们的几乎一样啊，一字一句从牙缝里蹦出来。我们稍微抬高的价格部分，他们甚至标清了成本单。这……别急别急，我看看。我拿着标书再匆匆翻了几页，确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亲自加上去的，我很熟悉。标书泄密了，陆总，这绝对不是我做的。陆总，你要相信我。小吴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，抓住我的手，急切地想证明自己。我相信你，咱们这么多年了。我抓住他的手拍了拍，安慰道：“我确实是信他的。从开始到现在，小吴都是公司最得力的干将，无数个标都是靠他拿下来。而且他和顾鹏飞一直都不太对付，没有道理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。那会是谁呢？那这次的标我们怎么办呢？先等着看。”顾鹏飞注意到了我们这边的动静，和身边的人换了个位置，坐在我身后。从那边看，你们这边就鸡飞狗跳的，有什么好事？他刚一坐定，就探着头在我耳边挑衅。小吴在一旁瞪着他，顾总真是好手段。顾鹏飞闻言嘿嘿一笑，靠回座椅，敲着二郎腿，过奖了，陆总。这次你要如何应对呢？我说过，离开你，我肯定过得更好。顾鹏飞，可别得意太早，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我陆宁的手段。我斜瞥了他一眼，顾鹏飞脸上小人得志的笑立刻收了起来。他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他下意识地看向了辛冉。辛倩不露声色地拍了一下他的手，顾鹏飞才把头回了过来。数标开始，这次的竞争对手共有5家。听完唱标后，顾鹏飞脸上志在必得的笑不见了，翘起来的二郎腿也收起来了。我听见他低声问辛倩：“这个泽公司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怎么比我们的标价还要低？”辛倩连声说着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小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你知道吗？欣然没有回答了，只是蜷在凳子上连连摇头。小吴一巴掌拍在了大腿上，唉声叹气：本来我们还有点机会的，这下可好，一点机会都不给。陆泽在我身边，全程都没有说话，甚至连给我一个眼神也欠奉。我在心里叹息了一声。唱标结束后，招标组短暂开了个会，结果公布后，惊掉了所有人的下巴。泽公司中标，我扭过头去看顾鹏飞，嗤笑道：“呵，让我拭目以待。机关算尽，你中标了。”顾鹏飞不甘示弱：“陆宁，你又有什么好来嘲笑我的？你们公司还不是失标了？”呵呵，顾鹏飞呀，顾鹏飞，你这猪脑子怎么就忘了我最喜欢留 Plan B？ 你别生气呀，顾总，这才是个开始而已。当初你怎么恶心我的？看我一点一点还给你。哎呦呦，顾总快松手，看把夫人的手捏成什么样了。嘘，顾夫人别说话，我可是刚刚查到了不少的好东西呢，比如带着肚子嫁给富豪，比如骗保。要是我一不小心呀，明天微博头条可就炸了。辛倩听见我这番连挖带刺的话，一句都没敢反驳。他拉了拉顾鹏飞，三个人离开了会场。陆总，这怎么回事？小吴听见我这一番话，从地狱直接升回了天堂，急不可耐地问道：“那个泽公司是我挂在别人名下的，还好当时留了一手，要不然这个标就这么废了。”我拍了拍小吴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先开车回公司吧，准备庆祝事宜。”那陆总你俩……小吴还没从兴奋劲儿缓过神来。陆泽开车呢，我们晚点回公司，走吧。我招呼了陆泽一声，率先转身向外走去。两人相顾无言，沿着公园河堤走了一圈又一圈。你知道吗？我和哥哥小时候最喜欢来这里。哥哥从小聪明，又是长子，所以你爷爷对他的期望特别高。他从小就给我说，要把我宠成全天下最幸福的公主。我喜欢吃棉花糖，喜欢吃零食，你爷爷不让我吃，哥哥就带我来这里，偷偷买给我吃。那时候总有一些人在我俩耳朵边念叨，家里这么大的企业，可不知道分给谁好呢。哥哥拉着我的手说，妹妹想要我就给她，妹妹不想要我就会成为她以后最有力的靠山，要给她最丰厚的嫁妆。我才不要，这类活就给哥哥，我蹭吃蹭喝就好了。如果哥哥没有发生意外，那这些事就完全不需要我来费心了吧。我仰起头，看着天边的太阳，太阳真刺眼啊，刺得我流泪。姑姑，陆泽站在我身边，低着头。姑姑，他说是你想要家里产业，才找人制造了那场车祸，还拿出来证据。我这才相信的，是欣然吧？陆泽一脸震惊地抬起头。姑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我听见你在楼梯里打电话，喊着燃什么？我本以为是我没听清，直到再次看见他，我才想起来，那分明说的是燃。你俩怎么会认识的？我去国外读书，遇见了同样读书的他。那时候我们身边没多少认识的人，两个人就交流多了点。后来他回国了，我俩就自然而然断了联系。直到我这次回国，在会议室见到他，那些证据也是他把我叫到咖啡馆给我的，又说想要看标书。那些话其实我小时候也听过，所以他刚一说口，我就心彻底乱了。陆泽握紧了拳头。那你就这么相信了吗？相信姑姑是这么一个见钱眼开的人，相信姑姑找人撞死了你爸爸？我没有。陆泽听见我这话，激动地抬头，近乎呐喊。我那天回家上香，翻到了爸爸的日记，里面记录的全是你。又听见家里阿姨说，你每个月都会回来上香，要是你真做了亏心事，
不至于如此。毕竟现在陆家已经在你手里了，那你就这么背叛姑姑了？我垂下头，有点心神俱疲。彪叔的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好，我不该那么轻易相信别人，但我到了最后，我还是选择相信了姑姑。毕竟Plan B我很早就知道了呢。这下轮到我震惊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陆泽狡黠一笑，卖了个关子。这是爸爸说的呀。我有点哭笑不得。那个泽公司是我给你创建的，我老了以后就靠你经营了。要是故意和你一样，那有多好？你俩守望相助，相辅相成，还有什么事会拿不下来？陆泽有点踌躇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看得我着急。以后家里就你和姑姑2个人，有话就直说。姑姑不是让我去查，我好像发现欣然好像身体有点病。听见这话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什么病？传染病？那一方面的病？陆泽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是的 ，HR。他还没说完，我就转身离去。这对贱人，我儿子，我自己可以不要，但绝对也轮不上别人害他。通知下去，马上召开记者会。记者会上，我把我查到的所有消息抖了出来，包括辛倩是怎么傍上大款，又是怎么骗保，甚至毫不留情地公开向欣然喊话：要是自己有病的话，就不要来祸害别人了。记者会结束后，我报了警。短短几天，辛倩公司的资金被冻结，她也上了失信名单。顾鹏飞的老总梦泡了汤，他失魂落魄地跑到我的办公室：陆宁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难道这么见不得别人好，就想要别人跪下来求你，求你高抬贵手，求你大发慈悲？姓顾的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没有一点兴趣插手别人的家事。至于我做的，都是一个合法公民应该做的事。希望你不要知法犯法，好吗？陆宁，陆宁，我知道错了。顾鹏飞向前一步，热切地说道：都是那个女人勾引我，我还爱你，我还爱着你，我们复婚好不好？以后我肯定不会再犯。我们还有儿子，你忘了吗？还有儿子，还有未来啊！当初美人在怀，子孙在侧，你怎么没有想到我？现在又想来花言巧语？退！保安，带他出去，以后不准进来。他被2个身强力壮的保安架了出去，自此再也没有见过他。顾意也来找过我，他还是被那个女人传染了。虽说他曾经那么决绝地离开我，但终究母子情分一场。我送他去了美国，告诉他每个月都有计算好的药费钱和生活费，只要公司还在，我会一直养着他。但以后能不见，那也就不要见了吧。处理完这些事，我也渐渐退居幕后。以前我总想着顾鹏飞，总想着顾意，硬生生把自己逼成女强人的样子，没有人关心我累不累。现在我为自己而活，我开始了环球旅行。富士山的雪，布达拉宫的佛，大西洋的海，威严的金字塔，神圣的自由女神像，震撼的长城，浓雾弥漫的伦敦。世界真美，我看过，真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